Hello， 大家好。我旁边的这位就是石头，大家一直在说让我向石头学习，他可是改造房子的专家，而且呢，我们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今天呢，他从湘西赶过来，帮我们指导一下我们的房子该怎么改造。别说指导嘛，我们相互学习嘛。对，也很想过来看看你们的小院，看了有好几年了吧。像这个呢，就是我们打造的刘俊茶室，这里的风景是很好的。对，而且我觉得这边的视野挺开阔，对，位置还挺高的。如果说这个房子如果我自己来装修的话，你觉得我这个该怎么装修好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开放式的吧。开放式的。整个这边呢，做些芦苇帘之类的都可以。到时候有朋友过来聚一聚啊，喝喝茶。对，像这边是给人的感觉。像这边的话，还是要封起来吧。这前面呢，你可以做一道小门，或者像这个位置呢，做一个大概几十公分高度的一个篱笆院子啊，都可以。用竹子做，或者是用一些木条做都可以。对，上面可以挂一些什么小物件啊，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对，像我们这个风景是很好的这里。对，站到这边可以看看远处的山。对，到秋季的时候，对面的山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它这个是四季常青的，但那座山呢就会变黄嘛。那座山会变黄。对，秋天的时候全都是黄色的，特别好看，经过闪闪的。像这个，这块地呢，就是我们买下来用来种一些水果蔬菜的。这边大概有个1分多地，1分地。对。反正住在农村有一个1分地就够了，因为我们吃的菜也不多，自己养点小鸡小鸭，对，种点菜。我看你们那楼上还种的有稻谷。那稻谷是邻居家种的，我们的稻谷在老家那边。在老家那边。对，你看走过来了，我们这个房子，当初这边是想建一个民宿的，就是提供给一些想来玩的朋友，但是我们这个是不收费的，也不对外开放，就是在这里的玩可以免费入座嘛。就比如说，城里面的一些朋友可以带着一家人过来到这边住啊。对，可以过来对，可以过来小聚做饭啊。你看这边这个房子还有办法抢救吗？可以用来做什么呢？这里？我看你们这些砖啊，跟我们湖南那边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水泥砖。这是水泥砖，可能有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是椭圆的，你们方形的。对，你们这边这个砖它的宽度好像要窄一些，15公分。我们这是20公分的。那你们要宽一些。你们做这个厅准备用来干嘛呢？就是下面是厨房一个大厅，上面呢就是一个民宿型的那种标准的房间嘛，就是这样设计的。然后人住在上面。对，上面会盖一个水泥板，然后跟那个木房子连起来，就是形成一个菱棱嘛。打一个顶。对，那里有个楼梯进上去。那就像我现在改造那个江边那种房子差不多的一个类型。跟你那个有点相似。你那个房子确实特别的漂亮，那个景色像新地一样。靠近江边。对，像这种江边的房子真的是很惬意，还可以钓鱼。但是你这边整体的环境也挺好。对，你看我这个，现在看这个树就看得出来，它自己长的，树长得比我们人都还高啊。对，这已经是砍了第2次了，它又长起来了。是吧？现在呢，我就想让它长大吧，在这里乘凉。可以。其实看得出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对。但是有些工作呢，可能做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没考虑的那么好。对。所以才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这里的话，如果说以后这里不建房子，我就是想把这些墙给拆掉，就只留那里，然后把它圈成院子嘛。也可以，但是你可以如果圈的话，你做成院子的话，我的建议啊，像这个就不要那么高了，不要那么高，做低一点，它的那个视线会更好一些。窗户再给它开大一点。对。给它开大一些，这样子人呢他就坐在里面，他显得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嘛。是的。它比在房间里面比人要舒服多了。对，主要是这里的风景很美，在上面。对啊，尤其你像前面这个位置，这面墙你一定要给它开大一点。这面墙把它拆了，给它移到外面去哦。对，也可以移到外面去。你可以一进来之后，你就可以进入你这边。你这里打2个墩子嘛，这里打一个柱子，那边打一个柱子，直接上面有个用一根很大的一根横梁给它打起来就行了，是吧？你这样子，它整个院子就显得很宽了。对，而且我看了你这个位置啊，这个过道啊，
要是做的话，最好别留这个过来。对，就把它拆掉。拆掉了之后，直接这边接到木房子一起。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好，要不然你这个做的，你看将近有1.5米左右的宽度，对，1.5米、1.6米了。对。我们现在这个院子比较窄，我又想的是到时候把这里挺起来，跟那里一样平嘛，这样可能就显得宽一点。对，就不要接引那么。可能会显得平，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啊，下雨天的话，如果你这里没有个高低差的话，它那雨水可能会溅到对，会溅到这个该沿的位置。确实。我觉得还是要有大概10公分啊，或者15公分左右，可以挺起来一点对，但是你不要挺得太多，对，它有个高低差嘛，有质感一些。像我们这个房子以前它是一个只有1层的，我是给它接高了大概有2米多。2米多哦。对，这个确实，这是我从你一开始接的时候我都想过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木房子加高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步骤。你加上去的话，首先考虑这个房子的承重，再一个你盖上瓦了之后它特别重的，还有个就是它吹风，风大的情况下它会不会牢固呢？其实加固了，确实这个房子它的那个水会进到里面，因为我们现在没装修嘛。你装修，你像这边如果下雨的话，你这个水最前部分基本上都会被那个雨水给淋湿。对，就是我2楼那些板现在都已经翘起来了，是吧？对。你上面铺的是什么？木板。就是这个应该是松木板。松木板啊。对，那个容易变形。对，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杉木，用松木用的比较少。杉木比较贵，因为当初考虑到成本问题，就买了松木嘛。是的。你看你这个外面这个围墙，这个是临时的，是你自己随手搭的一个围墙。对，因为我们进民宿的时候生了很多砖，在这里摆着也不好看还不如就临时把它利用起来。上面还有一些摆放的一些物件，这些物件都是修房子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些都是以前那些老树桩就来那种花了。说是烂木头，实际上还是挺有特点的。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厅。平时你们在这边直播是怎么的？我们平时在这边做饭休闲嘛。然后这里弄了一个大屏幕，在这里看电影这个位置当初设计的是，这2边是房间嘛，这里就打算弄卫生间。弄卫生间。对，这个木板它不防水，然后就把它拆掉，准备砌砖的。是的。但是你这后面的空间虽然是扩展了对，以前木房子应该就是在这里嘛，对，但是你们扩展了大概有1米多，1.1米吧。但是像这面墙的话，还是有点没什么用我就现在想的是，这里就不建卫生间了，到时候这面墙就把它拆掉，就完全扩到客厅里吧，到时候房间里的卫生间再另外想办法。对，还是要在农村还是大厅让它大一点。比如说你这栋房子的进深，我看一下，应该将近有8、9米嘛。可能在9米多左右吧。9米多，比我现在改造的那栋房子我感觉还大些。对，我看你现在2边扩进了，还是差不多9米了吧？对。这些上面的楼枕都是你们增加的，对不对？对，全都是增加的。但是这个楼枕太细了，人走在上面也会一闪一闪的。到时候可能还是会考虑做橡胶板。做橡胶板？对，做橡胶板的话，那你就砌砖啊。不砌砖，到时候弄框架结构嘛。框架结构？对。用什么打？用那个钢管吗？不是钢管，就用水泥胶做嘛。水泥胶。对，反正那个挺复杂的，只能等以后有支架修路过来以后再弄，因为现在这些材料不好运过来。对，你们这里主要是材料太难运了。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好，这边是你们的厨房。对，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弄的灶台。但现在目前做饭就是在这里。如果说以后整体规划的话，厨房就会取消，会学到外面去。对，这个用来做厨房还是有点太奢侈了。对，这个相当于可以做成一个房间了。对，因为这里的风景很漂亮，到时候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落地窗之类的。旁边我们也买了一
个猪圈，那个到时候就可以给它成一个开放式厨房。就是这个吗？对。哦。这个猪圈也挺大的。也挺宽的。其实在这里，你随便搭建一点，然后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还是挺好的。是的。这边还是可以做一个房间。像这样的话，房间就可以增加了。我这人做事是。这里这2个房间啊，当初我们想的是这里是一个套间嘛，里面是我们的卧室，外面呢就是我们的私人的一个工作区、小客厅这种。对啊，但是我走到这一间，我感觉可能你在外面做一个大房间，背后做一个工作间，我可能觉得会好一点，因为如果你这个窗户开得更大一些，你可以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到这个对面的这个山啊。对，风景我就是看了你改在河边那个房子，我感觉我这个弄后悔了，我应该在这里弄一个落地窗的。你这个砌一个砖，一个砖的高度，你上面全部都是玻璃，你这个也是，你就留一点点作为一个墙面就可以了，其他全部都做玻璃。所以后期的话，可能也要像你改在河边那个房子一样改。对，现在改这房子一定要把窗户给留大一点。对对对，窗户是很重要的。你看我们这里的景色很漂亮，如果说窗户小了就浪费了这里的景色。真的浪费，而且你看，你这个房间是做后面，前面是做个工作的地方。对。所以你在房间里面你还看不到风景了。对。但可以把这面墙要不然去掉，后面呢就做一个工作的地方，前面就做一个房间嘛。这也是可以的。对啊。这个窗户背后的窗户像这样子留还是可以的。背后的话留高一点，留高一点。对。我看你这个2楼的楼枕你是加了一些钢管。对，因为支撑的因为他这人在上面走，他就有一点那个浮动嘛。有点浮动。对。它主要还是这些楼枕啊，要不然就是有点太稀了。对。有点小了。太小了。如果大一点的话，那就没有问题。这里当初就是想的是，为什么把卧室设计在后面，就是想的是后面设计厕所，对卫生间方便一点。如果说按照你那个想法的话，在后面改成工作间更好啊，可以在这里开一个门出去。其实你后面做一个工作间的话，你不需要隔断墙的，你直接用一些玻璃嘛，不透明的玻璃，你直接给它用那个铝合金的一些材料给它隔起来，里面做个工作间，你前面同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卧室。对。像你这个整间的话，你全部都做卧室。所以就不要隔断。不要隔断。中间这面墙就不要隔断了。对。是吧？你这背后同样是可以做一个卫生间。这个是当初没有想好，所以说现在返工很麻烦。对，可能又要面临着好多东西要重新全部弄了。对。我们改这房子其实也是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对，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来嘛。边踩跟边学习嘛。对对对。现在我们是临时放了一个楼梯在这里，到时候也会做一个固定的，就像我们那边那种木梯一样的。对，挺方便的，想搬到哪里搬到哪里。哎呀，这全部都翘起来了，被雨水打湿了。对，打湿又晒又干又翘。哎呦，这个地板啊，这个当时做好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对，这个因为我房子升高了，那雨它就直接飘在里面了，全部飘到这里面。对，就把它建设后就冷胀这个说嘛。你当时这些开了榫头吗？也是开了，我看到开了榫的。你开了榫呢？都是拉绸的。当时木板干了没有？基本上干了吧，放了几个月。哦，这个还是雨水的问题。其实木房子它最怕就是雨水。对，我主要是我请的师傅也不行，你看，这师傅他这个水平都没有调好，这个房子他就往这边倒，它是有点倾斜的。它这个是建的时候就建倾斜的，它不是建好后倾斜的。哦，建的时候就是倾斜的。对，他们没有把这个水平把它打好。因为当初我们也没有注意看，后来才发现的。你这个房子受力不行啊，像这块房子，这块在我们那边叫做挑手啊。你这样子挑的话，你最少要挑到这边的。对。要挑远一点。挑远一点，它的受力点更好。对。像这根立柱它是比较受力的。你越挑远，它越受力的点越好。
而且它这个间隔而且可能太大了。这中间太高了，可能要从这边拿一根柱子去那边。这上面也没有拉楼枕。对，你上面还要楼枕啊。反正这改造这上面这层，我们是被相当于是被骗了吧？我一看到专业的，人家必须拉楼枕把它拧起来。我好像记得你是这2楼这一层好像都花了很多钱啊。花了，反正工钱就花了6万多，然后七七八八的这材料花起来差不多也是花10万块钱了。10万块钱啊？对，所以说这上面是很不划算的。对啊，你最起码我给你指出一点啊，这块挑手挑到这个位置啊，挑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它受力点要好一些，上面那块挑手挑过去啊，必须要连在一起。你这单独的，你像这块挑手，你只连着这2根。他们可能是为了省时间。对，他这个省很多时间，省材料，因为像这些挑手的材料是由他来出嘛。哦。所以说他为了节约材料就乱弄的。对，你看这个点，你看1米多高，你中间的话都没有一个连接的了。对。其实最好的话要有个连接的。要不然时间久啊，它这上面的瓦片是很重的。对，承重力不行。这上面的瓦片大概有2吨吧。肯定。你看这个点啊，这个点如果你没有串联的话，你看挑过去这么长，你最好这里要做一个受力点，支撑在这里。对。啊，这样子才行。你要不然你看这个时间久真的不行。它也虽然你花了很多钱改造了，但是这钱都花的有点，我觉得不值得。对，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不敢再动这个房子了。现在就是想的是，到时候一次把它弄好。像这些它做的不合理的这些地方，到时候都要换掉，又要把它重新拆下来，又要重新装上去，可能就会用好一点的材料。像这2天我不是在江边改造那栋房子吗？我们是前部分加高嘛，我们是直接用钢管给它夹在那个木头里面。对，可能你从我们没有装修好的时候，大家看起来可能不太好看。但是钢管呢，它是最结实牢固的。对，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整个墙面呢全部包起来，你钢管就看不到钢管。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做好了之后，整个房子它是非常非常牢固的。对，因为毕竟房子呢，一个考虑美观的同时，你还要考虑这栋房子它的承重啊，它的安全性。尤其是安全性吧。到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用钢管，因为我们也买了很多钢管这里。已经买了很多对吧？对，都没用得上。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加高还是挺好的。以前估计这个楼层大概只有这么高吧，2楼。只有这么高。只有这么高啊？对。那就看不到对面的山。对，看不到。这样子加高的话，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对，如果说后续再来改的话，可能这前面这个屋顶我不要了。我要把这个屋檐斜坡改到里面的，在外面就做一个大的阳台嘛，做一个大阳台。对，也可以。毕竟你这栋房子大概9米多，9米多10米左右的深度。对，我这上面就只需要3间房嘛，就前面就是留成一个落台，后面就是房间嘛，像这样。反正在农村嘛，体验是最重要的，没有必要做那么多房间。对。我看你那些柱头啊，都是从这个加上去的，都是一接的，像这样子接接的。在古话有句说得好，偷梁换柱。偷梁换柱就是这样子的。对，这样子如果做好，你多一些这样子横拉的一些方子啊，它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房子就是拉扯的一些方子太少了。对。你这样子台上拉的是有。但是它不连成一个整体哦，你看这个前面拉这几根，你这边呢，你看这一块都是另外一块，这2块都不是整个一块木头，你看是吧？这是单独的一块，这是单独的一块，所以它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它这个只能忽悠我，如果说真的给里面做的话，可能拿不到钱，还要到。那我们不可能做这些事情啊！我们给别人改造房子，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考虑，一个口碑啊，我们自己做事啊也要对自己负责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上面你要加一些横拉。你这栋房子的开间我看了一下，将近有5米左右。如果说后续让你们那个团队来改造的话，你觉得大概多少钱能把它改造好？整个啊，
那我初步算了一下，你这栋房子大概有占地面积呢有100多，加上那边有几十个平方哦。对，几十个平方，好多东西要重新做。现在上面这些肯定全都不能用了。瓦片可能要放下来。对，放下来。我估计我们做的话，主要是人工，你的材料大部分都有了。对，人工这块，人工的话，像你这栋房子做的话，最少要好几万的人工吧。我给你算一下，大概6到8万左右的人工，可能还要加一些材料，大概10多万左右，我估计要。10多万。10多万左右。如果说一开始就让你们团队来的话，可能我也花不了那么多钱。那你一开始我们来做的话，从你所有的材料，我们自己搬自己转运下来，我估计30以下吧，应该可以给你全部做到。对，就是装修好嘛。对啊，而且全部装修好，而且材料我们的全部都可以买。对的，我这个房子花的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花30多万了，啥都没有。花了30多万了。对。但是现在还不能住。对，主要是不能坐人，都不敢坐在里面，我也怕它塌掉。对，主要是接的地方好多。对，这些木头都已经烂坏了，已经没有用了。当初我是想让他们给我换一头的，他们说太麻烦了，就没换。你看这个接的太长了。对，从这里接上去的话，上面将近有3米多，接的位置太长了。过去的话，如果说把它打成性夹板那种框架结构的话，这上面可以把一些不好的桌子换掉，它就相当于就是放在1楼的了，可能要好一点啊。可能这样子好一点，但是有些像我看你这栋房子整体的框架还可以，不算差的，就是说你加高的话也是行，但是你加高了之后你修理点没有那么多，就是说它显得太单薄了。这个房子的进深呢，将近也差不多9米到10米，开间呢将近是5米左右的开间。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房子刚拿过来的时候，就跟这个房子一样，像这么破。这么破旧的房子。对，像这么破的房子改造成这个样子的。也花了很多钱变成这个样子。对。当时你请的师傅也是你们本地的师傅吗？不是，是那个黔东南那边的。黔东南的。对，黔东南和那个遵义的，包工头是遵义的，那师傅是黔东南的。我一开始很相信他们，我在那个网上找的嘛，他们说他们是以黔东南那边的标准，因为黔东南他是做木房子起家的嘛，没想到做的这种太敷衍了。现在呢，我已经带石头看完了我们的房子，以后呢，我们资金充足的话，肯定会找石头大哥的团队来给我们改造。你觉得你看下来以后，你有什么想法？这个房子？首先我觉得这栋房子的2楼，高度是完全足够了。对。但是它在接这些木头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它的一些横拉的方子这方面不够，所以导致了房子你加高了之后，它是有点倾斜的，对，而且倾斜的比较严重，可能会相差个20-30公分呢。对，最多的地方可能有40多公分呢。40多公分，所以说以后你如果装修的话，像这样的肯定是不行，时间久呢，它又会变成危房，你住在里面，它都很危险。再一个，它的整个楼板呢，你踩在上面，它是有点晃动的，对，所以说整个楼枕是不行的。但是呢，木房子有一点好处，你所买的这些材料基本上可以全部再次把它拆开，然后呢，再重新利用。对，二次利用。对，二次利用，再通过木匠的一个手工把它重新接上啊，或者重新去把这些木板改掉，然后重新再来铺木板，楼枕呢该加就加。所以说虽然之前你花了30多万吧，对，买了很多材料，但是大部分呢人工也浪费了很多。如果要重新做的话啊，我大概就是说这些板子啊，还有立柱啊都可以用，包括上面的瓦条、瓦片都可以用。只是说后期这人工这块的话，依然是一个占的比较多的。对，估计这栋房子啊，把整个外墙板，还有2楼，还有1楼的话，如果你铺木板啊，这个整个工钱的话，我跟你将近算了一下，7-8万块钱左右，估计还是要花。你另外呢还要再买些木板过来，那这方面的话估计也要好几万，7-8万左右吧。那这样子初步一算的话，就将近有15-16万了。
对，大概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可以做得下来了。我跟石头认识了很多年，这也是他第一次为了我们这个房子过来，所以说还是要感谢石头啊。没有，反正大家都是朋友嘛，认识了很久，一直呢都是通过视频看到你和小青在这里辛勤的改造这栋房子，一直想过来，但是家里的事情太忙了。从我们没有结婚就到石头那边去找石头玩，到现在我们2个人都刚好在做一样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样的。我也在老家那边改造房子，对，目前还在改造一栋江边的房子。但是我们也过去学习看一下。可以，欢迎你啊。石头大哥来我们这里玩，我们做了几道特色菜，这个是麻婆豆腐、手撕包菜，还有胡萝卜丝，青椒炒肉，还有一个豆角肉末，还有一个魔芋豆腐，都是我们这里的特色，让他们也尝一尝。吃饭了，好烫！吃饭了。我才去。中午吃给他。多吃一点。交通也还算好。往哪边扔？辣是不是？不辣，没有来过我们这县城里。经常来，但这里没有。而且要自己做。对，他们有广告会做。哎呀，拍出来又不好。你们下次再来玩啊！好，拜拜。好，拜拜，下次再来玩。